你以为美国的流浪汉满街睡已经够惨了，那是你没见过日本这种软刀子杀人的手段，不见血却能把人逼进死胡同。提到日本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干净整洁的街道、彬彬有礼的行人，还有那个曾经号称1亿总中产的富裕社会。走在东京银座或者涩谷的街头，你很难像在美国洛杉矶或旧金山那样看到成片成片的流浪汉帐篷。于是很多人就信了，觉得日本没有穷人，日本的福利制度完美无缺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看看在这个发达国家的折叠阴影里，到底藏着怎样一套令人窒息的斩杀系统。看不见的贫民窟，比美国还狠的饥饿真相，咱们先来看一组让人大跌眼镜的数据。你知道吗？在日本，每6个人里就有1个在挨饿，这个比例甚至比咱们印象中贫富差距极大的美国还要高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，美国的相对贫困率是 14.9%， 而日本却达到了惊人的 15.7%。这在 G7 发达国家俱乐部里可是稳坐倒数第1的宝座。如果按日本 1.23 亿的总人口来算，这就意味着有将近2000万人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。那么日本的贫困线到底是怎么划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全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254万日元，砍一半127万日元就是那条生死线。年入127万日元是什么概念？换算下来1个月也就10万日元出头。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，10万日元听起来也不少啊。那你可太不了解现在的日本物价了。咱们去东京的超市转一圈，一袋5公斤的大米要4000到5000日元，一盒10个装的鸡蛋要300日元，随便进一家拉面店，一碗面普遍都要超过1000日元。对于那些月入近10万日元的家庭来说，别说吃顿好的，就连维持基本的1日3餐都得精打细算，饿肚子早就成了家常便饭。这种状态被日本社会学家称为不至于饿死，但长期吃不饱。可奇怪的是，既然有这么庞大的贫困人口，为什么我们在日本街头几乎看不到流浪汉呢？这恰恰就是日本比美国高明的地方。美国的穷是摆在明面上的溃烂，而日本的穷是被制度精心折叠和隐藏起来的暗伤，想翻身门都没有。在日本，如果你不幸跌落底层，你会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暴力的驱逐，而是一堵看不见的墙。这堵墙的核心逻辑就一条，没有固定住址，你就等于被社会注销了。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循环。你没钱租房就没有地址，没有地址你就没法办银行卡，没法签合同，也就根本找不到正式工作，找不到工作你就更没钱租房。在过去，穷人还能去住那种极其简陋的群租房，虽然环境差，但好歹有个合法的落脚点。可后来日本政府大笔一挥修改了法律，要求居住空间必须有窗户和逃生通道。这听起来是为了安全，实际上却直接消灭了低成本住房。这时候资本家们灵敏的鼻子嗅到了商机，一种名为24小时网咖的怪胎登场了。这种地方打着商业设施的幌子，不算住宅，所以不受建筑法限制。一个个狭窄的小隔间，连腿都伸不直，月租金却高达6、7万日元，算下来比普通公寓还贵。那为什么穷人还要去住？因为这里不需要担保人，不需要押金，老板还仁慈地允许你把地址写进户籍。于是成千上万的网咖难民诞生了。这套制度最狠的地方在于，它给了你一个看似合法的栖身之所，实际上却是把你困在一个永远无法积累财富、无法翻身的笼子里。被驯化的绝望，除了网咖难民，日本还有一群被称为纸板仙人的特殊群体。在东京新宿、大阪西城区的天桥底下，你常能看到一排排用纸箱搭建的小屋。和美国那种脏乱差的流浪汉营地不同，日本的这些纸箱屋码得整整齐齐，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住在这里的老人们甚至会把自己收拾得尽量体面，
这看起来似乎很有素质，但细想之下却让人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。这些老人大多是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牺牲品，或者是年纪大了被企业无情优化掉的员工。他们之所以保持这种体面，是因为日本社会有一种强大的耻感文化和自我责任论。整个社会都在暗示你，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是你给社会添了麻烦。所以连流浪都要小心翼翼，连贫穷都要保持秩序，这是一种被规训的沉默。更讽刺的一幕发生在冬天的免费施粥现场，排队的队伍里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甚至还有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刚下班的年轻人。他们白天是光鲜的上班族，晚上却为了省下一顿饭钱来领救济。披着羊皮的狼当救助变成了吃人的生意。你可能会问，日本政府不管吗？民间组织不帮忙吗？这就触及到了日本贫困治理中最黑暗的一环，贫困商业。表面上看，有很多非营利组织在寒冬里发毛毯送热汤，场面感人至极。比如在涩谷，某个组织准备了200人份的饭，结果来了300多人。工作人员会非常亲切地拉着你登记，信誓旦旦地说能帮你申请低保，还能介绍包吃包住的工作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暖心？别天真了，这根本就是个陷阱。他们帮你申请低保，目的是为了从中抽取高额的手续费。他们介绍的所谓包住工作，往往是去福岛核电站清理核废料，或者是深夜工地的重体力搬运。这些高危脏累的工作，工资的大头还要被组织抽成。更令人发指的事情发生在东京大久保公园，那里聚集着大量无家可归的年轻女孩，也就是所谓的站街少女。近年来，一批打着女性保护旗号的组织涌入这里，声称提供免费宿舍和心理辅导。可一旦女孩们签了那份模糊的协议，住进了指定的公寓，她们就彻底沦为了猎物。房租直接从政府补助里扣。所谓的新工作，其实就是把他们转手卖给风俗店或者私人会所，组织再从中抽成。这些组织甚至神通广大到能提前知道警方的扫黄行动，通知女孩们躲避，而作为回报，女孩们必须上交部分收入。救助变成了控制，同情变成了生意。连试图逃离地狱的人都会被这套系统重新捕获，变现循环利用，直到榨干最后一丝价值。结语看完这些，你还觉得日本的街道干净的让人羡慕吗？日本这套斩杀线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在于它有多暴力，而在于它的隐蔽性和系统性。它不直接驱逐你，而是用制度慢慢排斥你。它给你一口饭吃，但不让你吃饱。它给你一个睡觉的地方，但不给你尊严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虽然还在发展中，但至少愿意正视贫困，并且举全国之力去扶贫的国家，是何等的幸运。